大家好，我是喵喵，今天来聊一本混合着残忍和有趣的猛书《简商：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》。在网上呢，某教官、土摩托、罗翔老师都有推荐。书的内容其实标题已经总结，简意为灭除，简商就是周人推翻商朝统治的过程。从目录可以看出来，前3章呢介绍仰韶文化到夏朝，接着11章梳理商朝的来龙去脉和残忍文化，再用11章梳理周人的起源到灭商。最后2章介绍周公文化去上的革新过程。作者李硕是名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军事民族方向的学者，写过《南北战争300年》《孔子大历史》等书，其考据方向呢延续自顾颉刚、高亨老先生的学术脉络。但最令人赞叹的呢是作者游走于文献考证、历史科普与解谜小说之间的通俗笔法，让一个普通读者也可以毫无门槛的与其一道，将不同门类的考古证据、信息线索洞悉连接，尝试一步步的还原被历史迷雾掩盖的真相。接下来我将用4个关键词来为大家简单解读这本书。第一个关键词：人祭，用人献祭是弥漫全书的恐怖阴影。夏商周的夏朝及之前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就有零星发现人祭，不过规模不大。而商朝，特别是晚商，可以说是把人祭这个邪恶技能点满了。以晚商都城殷墟为主的考古发现，人祭表现为祭祀、殉葬、奠祭3种形式。祭祀是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。商王的宗庙区供奉着商朝历代先王先比，其中最大的祭祀区排列着100多座祭祀坑，除了马牛羊狗外，人祭数量超过600，约每坑6人。而王陵区其中有一个每年都举行祭祀的坑群，未被完全破坏的169座里，人祭总数达到1683具，约每坑10人。殉葬是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里，又称人殉。随着死者地位不同，殉葬人数也从几个到几十上百不等。有个疑似贵族的墓穴殉葬73人，遗骸、钱币、饰物、朱砂、祭品摆放有条不紊，明显是有固定流程的献祭。王陵区就更不用说，一个墓都是几百人起，墓穴和墓道有时放不下，就只放头骨。奠基这个风俗是真的闻所未闻，把人夯住在地基内，用作建筑物的奠基，从商朝都城到边境的军事驻地都有发现相关行为，可见是商人的日常习俗。那这商朝不把人当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何3000年来的古书上都没记录过呢？这就要引出第2个关键词：甲骨文。甲骨文是商朝王室用于占卜记事，而在龟甲或牛甲骨上契刻的文字，是中国及东亚已知最早的成书文字。目前发现了15万片甲骨，甲骨文有4672个单字，其中1723个字可立定，也就是以通行汉字书体来转写古汉字并破译释读。甲骨占卜又称卜辞，是商朝专属王室多为君王使用的占卜技术。表面原理是观察骨头或龟甲上烧烫出的裂纹来解读凶吉，但其深层原理却是通灵，即向某些特定的神灵献上祭品，询问神意。已发现的武丁王人祭卜辞1060条，记录献祭9021人，也就是说人祭和占卜是包含在同一种宗教行为里的。我们以其关于夫人妇好生育的一次占卜为例，一条完整的卜辞有前辞、命辞、占辞和验辞4个部分。前辞记录占卜时间与人名，命辞记录问题，如妇好这一次生育是否顺利；占辞从甲骨裂纹走向来判断结果，如丁日或庚日生育的话会吉利；验辞是将最终结果补刻到甲骨上，比如妇好最后生了女儿，验辞便是甲寅免，不加为女。从甲骨发现可知，商人尊崇鬼神，除了上帝和大大小小的自然神，也包括位列天界的祖先，而商王自己的大小事务也都要预先祭祀占卜，通过神界的指示来行事。鬼神不分善恶，凡事都求神问神的商人，自然也没有善恶这个观念，将外族俘虏拿来当作人参祭品，残忍与否，对商人来说并无不妥。随着领土扩张，国力强大，人参需求越来越大，人祭就成了国力的炫耀，王权的巩固，也类似于古罗马斗兽场般的血腥娱乐，成为全民狂欢的风俗。而接着所有商人的敬神、畏神、与神沟通，也成为了商王将神权、王权合一进行统治的不二法则。而敢于造反、敢于减商的，甚至创造新的理论思想的人，就是周文王。在他宅院遗址中发现的地窖暗室里，挖掘出少量的刻字甲骨，多数文字1毫米见方，拇指盖大小的甲骨碎片最多刻有20多字。他是在秘密学习专属商王的通神占卜之术，而他最终将发展出另一套占卜技术《易经》，也就是我们的第3个关键词。周文王在殷都待了7年，地牢里关押了3年，
期间接触到了商人的另一种预测技术世数，即使用草棍进行数字推演的64卦占算，并通过自己的推演和验证，终而总结出了周易。本书的易经就专指周文王所著周易。易经有2个层面的意义，一是给予了周文王逆天改命的思想理论基础。甲骨占卜背后原理很简单，一事一问，不涉及事物的因果。但作为王族的特权，也意味着王权的合法性。普通信神的百姓万万不敢质疑能与神沟通的甲骨占卜，也就不敢质疑王族的一切。但易经则认为，世间的一切并不都是由神决定的，各种事物会发生相互影响，并形成一种因果关系，甚至可能按照不同的时间顺序再次发生。也就是说，一切都有颠倒重来的可能。商朝有崛起，就有灭亡的可能。大逆不道的减商想法在这套世界观里也变得顺理成章，而这也在商人上层引起关注。经常有显贵请周文王算命，他大可借此之名拉拢商人里的减商同盟。二是记录了周文王的一切隐秘。相传伏羲画出了八卦，代表图案为卦象，卦象里的3根线为爻，直线表阳爻，半截线表阴爻。后人把八卦重叠成64卦，易经则沿用了64卦。周文王的创举是结合了自己的经历，对应不同的卦和爻都写了解说词，就是卦辞和爻辞。每个主题的卦，他都需要找出与之相关的6个事件或现象，用不同的卦象来检验他们的吉凶。所以他便将自己亲历和认知的各种事件进行排列重组，作者便有了新的机会，从古本易经中洞悉和解读出周文王的隐秘。有周族人的活动和帮商人捕猎俘虏的记录，有地牢生活，有殷都种种人际文化的残忍见闻，甚至包含了自己儿子伯邑考被杀献祭、父子分食的惨痛记忆。随着作者一路考证，周灭商的真实原因也浮出水面。这么看下来，易经的思想倒说的没错，世事总是一再上演相同的一幕，历朝历代王国大体原因感觉也都差不多，不过历史的走向本可能完全不同。周武王灭商后，仍依循着商人的习俗，多日进行大型且残忍的人祭，看似已完全商化。那华夏是如何放弃商人的人祭传统，独自走出神权的掌控，成为3000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的一个异类呢？这一变革都要归功于周公旦，也是最后一个关键词。周公解梦都听说过。周武王在对减商事业动摇、夜不能寐时，是周公以解梦的方式开解了周武王的疑惑和担忧。周武王始终不能摆脱商文化的束缚，而唯有周公才是那个减商后仍一心革除商文化的人。周公吐哺也许说的不是礼贤下士，而是当年分食长兄伯邑考落下的创伤反应，其对商文化的极度厌恶和决心或许也来源于此。周公辅政7年间，有一项非常重要但后世已经完全忘却的举措，就是彻底废止了商朝的人祭文化。通过毁灭商都，杀掉顽固不化的族群，通过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改造来弱化其影响，加上持续不断的对商人纠捕、告诫、恐吓、分离族群，在周朝初期已基本杜绝人祭现象。同时他还通过毁掉商朝王族墓穴，删除商周的相关文献记录，尽量的抹杀了一切有关商的记忆。父亲的易经不敢乱改，也添加了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象传，来朝着励志说教的周礼方向混淆视听。今天的读者是幸运的，我们可以窥探埋藏3000年的上古真相。对于商周的真实情况，我们比汉朝以来的学者都知道得多。也许古代有一人例外，作者推测就是那位韦编三绝、易经泛滥的孔子。为何他如此爱看易经，又时常梦到周公，推崇周公呢？或许正因为博学如他，从当时的古籍中博引旁证，最后在易经里同样发现了商周的黑暗秘密。一方面他佩服周公改变了文化方向，开创了以民为本、以德治国及礼乐制度这些儒家文化的源头。另一方面，作为商王后裔的血脉，孔子必然也感恩周公彻底消灭人际文化的同时，保留了商王血脉，也去除了商人的原罪和历史包袱。总之，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，让城市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，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。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。说到这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大禹治水的真相、姜子牙和苏妲己、气象万千的早商，还有那被冤枉的纣王等等有趣却没放进来的内容还有很多，更别说放进来却草草概括了的内容，更是不读原文是真心可惜。无论如何，做这期视频呢，能引得多几个人去买来看看，也算是功德一件。我是喵喵，下回再聊。